在《绝世唐门》第52集中，新出场了一个美女人物，她就是轩老师的得意弟子橘子。刚跟霍雨浩见面就闹了一场误会，有人说她是伪装的，那么这个橘子到底是何来历？后来又为何被称为日月帝国的帝后战神？虽然橘子首次出场跟霍雨浩闹了一些小误会，但是一顿烤鱼化解了两人的尴尬，还拉近了两人的关系。原来两人同病相怜，都是孤儿。橘子出生在日月帝国的一个边境小镇，父亲是一名厨师，因为与星罗帝国开战，父亲被征兵，最后战死沙场。橘子12岁的时候，母亲因为过度悲伤也病死了。后来橘子流浪他乡，遇到了皇太子徐天然，跟随他来到了名都，并培养他进入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学习。霍雨浩首次见到橘子的时候，他也是一名5阶魂导师。为了报仇，他后来回到太子身边，选择了从政之路。在《绝世唐门》中，橘子和霍雨浩有什么关系？但凡美女角色不跟男主发生点啥，就不叫男主了。橘子也不例外。自从吃了霍雨浩的烤鱼后，橘子就重新尝到了爸爸的味道，怀念父亲的同时，也非常感激霍雨浩，慢慢的就爱上了他。但是橘子的爱是心里默默的，因为他是太子徐天然的人，太子妃。后来退学参军，成为太子身边的谋士和得力干将。在徐天然即位后，他也成为了日月帝国的皇后。徐天然残疾不能生育，橘子就偷偷借了霍雨浩的种子，怀孕生下了儿子徐云汉。橘子因为背负仇恨，一心想要找杀父仇人代号报仇，所以他想方设法接近太子徐天然，最终靠着太子上位，成为太子妃。之后又成为日月帝国的皇后，又为徐天然借种生下太子徐云汉。之后又在权谋运作下成为帝国的元帅，领兵出征。橘子为了报仇，发动了斗罗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，先是领兵灭了天魂帝国，又趁机侵占斗灵帝国的领土，每征服一座城市，就利用先进的魂导科技征服民心，使日月帝国的领土扩大了数倍。因此在日月帝国民众心里称他为女战神、帝后战神。那和菜头皇室血脉设定有何用意？和菜头原名叫徐和，是日月帝国皇家血脉，是日月帝国现任皇帝的侄子。在他9岁那年，父亲、母亲和姐姐被蜀叔杀害，因为母亲的帮助，徐和躲过一劫，但是从此流落街头，风餐露宿。后来在天魂帝国被梵宇老师所救，和菜头谎称全家被强盗所杀，是一个孤儿，于是跟着梵宇进入了史莱克学院，并成为梵宇的第一个亲传弟子，学习出众，成为魂导系的核心弟子。从此之后改名叫汉菜头，但是父母之仇一直记在心中，没有忘记。在作为交换生再次回到故乡明都的时候，往事的一切全部浮上心头。跟霍雨浩谈心之时，将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，霍雨浩也是非常吃惊，自己的二师兄竟然是日月帝国的前妃太子。汉菜头的悲惨身世瞬间让霍雨浩感同身受，知道汉菜头的身世后，跟霍雨浩有了共鸣。两兄弟发誓一起努力，将来一块面对，一起报仇。那么汉菜头最后大仇报了吗？答案是没有。在《绝世唐门》的后面剧情中，日月帝国老皇帝是被名都大爆炸吓死的。日月帝国老皇帝死后，原著中并没有说到汉菜头的表现，就好像自己的父母之仇跟他没关系似的，这里就有点不明白了。汉菜头前朝废太子的身份设定到底有何用意呢？斗罗2的结局，汉菜头跟潇潇在一起了，但是也没有再找日月皇室报仇。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，感谢收看，点赞订阅频道，我是小红，我们下期再会。